Hello，巴黎，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嘿嘿，有朋友问是新的直播设备吗？是不是？看起来这个音效就是新的设备的音效吗？不是电脑播的啊，不是电脑播的，电脑播没这么的竖屏的，我电脑播基本都是那个横屏的嘛啊，电脑播都是横屏的，所以今天是手机直播，行吗？一样高级，对不对？不用电脑差评，哎，是我应该啥也别干，就在家给你直播就对了。每天晚上6点准时上来给你们直播是吧？今天是录节目啊，录一个节目，录完了，然后正好带点妆发，我就想说一个妆发尽量干2个活嘛。有的时候没有笑声啊，听到了吗？好不好笑？听不到没有？等一下，我想问一下，你们现在听不到音乐吗？你们听不到，能听到有没有音乐？没有啊，音乐也没有。哈？那我举着麦克风干嘛呢？哪里？哦，你们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没有音乐，那我在这干嘛在这半天？什么鬼？不可能！我整半天，然后显摆半天，结果没有音乐。我自己刚才在这嗨了半天，结果没有音乐，我白嗨了。现在有了是吧？啊，有了，可以的啊。我刚才设置那个关键词的时候，我就设置了一个新人主播求关注。我刚刚看一堆朋友们
关注了主播啊，谢谢朋友们。我看因为有人关注我，下面就会提示说谁谁谁关注了主播，谁谁谁关注了主播。谢谢各位的关注啊，这个主播在这里呢，给各位抱拳了啊，谢谢各位了。我的声音非常小，是不可能小的，我声音不可能小。你看看，你是不是你手机坏了？要不你换个换个耳机去听，是不是会好一点？应该声音不会小的啊。或者你找一个稍微安静点的地方，就是看我直播的话，会显得声音大点，因为可能你环境嘈杂的话，看我就会有一点听我声音就会有点小声音啊。今天怎么这么早？今天早是因为早嘛？对，就是收工早就早一些嘛。有朋友说这里是舞蹈主播吗？是跳舞的，专业跳舞的，专业跳舞20年啊。有朋友说有人偶遇你逛街了，最近没逛街啊，最近没什么时间逛街，哪有时间逛街啊？没时间，最近没时间逛，事儿太多了。对，最近是在录音棚，然后那个在录音棚那个泡的时间比较多，然后弄歌啥的啊。完了这一个音乐原计划给我过得也很充实，然后就是主要是准备歌呀，然后弄歌这一系列的过程当中，给我弄得很充实，所以基本时间都在那个录音棚里度过的啊。是让我声音大点听不见啊？现在呢？现在大不大？没那么小吧？我等一下。哎，可以了，现在可以了是吧？行，那就明白了啊。对，他肯定没有家里那个麦克风收音效果好，但这个也差不多了，这也是麦克风当中的一个那个就是不错的一个麦克风了啊。因为最近不仅研究这个音乐上的东西，麦克风也研究，买了好多麦克风啊，也不是好多，就是去研究了好多麦克风，这个也比较不错了。这个是我用了好久了，前一阵发现这个标都已经掉了，我不知道有没有细心朋友看到我之前这个麦克风这地方这个商标都已经掉了。然后呢，我就找那个店家，我就私信人家，我说你好，那个我就把订单发给他了，我说那个我当时在你家买的那个麦克风标掉了，然后他说啊掉了那没办法啊，我说你有没有配套的标给我发一个，然后他说没有，然后我就去别的店里搜到发现有一些网上有人在做这个麦克风的复刻版，你知道吗？什么叫复刻版呢？就是属于 A 货假的。有单独卖这个标的啊，好像是20块钱3个，我就买了3个假的标回来给贴上了啊。
然后我还贱兮兮的去找人店家，我说我买到了，哎，我买到了。他说你在哪儿买的？我说那个就在那个别的店铺里啊。他说哦，还有卖这个的，连他本人这个作为官方那个店铺都不知道网上有卖这个东西的啊。今天怎么没带串儿？哎，串儿带了，在地上掉地上了。戴米呢？戴米，开演唱会呢。最近戴米在巡演呢。你一看你也不是我粉丝啊啊！别装什么熟？你作为我粉丝，你刚才没有刷到我的一些那个消息，说我在干嘛呀？还问戴米呢？我出门带的戴米，哪个酒店让带狗？很少有酒店让小狗进的呀。戴米呢？在酒店啊。有朋友说是不是偷偷练腹肌了？没偷偷练啊，哪有偷偷练呢？没练。小肚子啊，有朋友说我小肚是有小肚子啊，特别惭愧。因为之前你说在剧组拍戏的时候，真的那个时候特别注重饮食，就每天吃多少，摄入多少，然后今天觉得上镜那个拍出来胖了，马上就第二天就不吃饭了啊，一天不吃饭跟辟谷似的。就是要不就断液，就只喝水，啥东西也不吃，要不就吃黄瓜、西红柿这种的。但是你回来做歌手之后，你会发现你不吃饭，你真唱不动。你不吃饭，你是真唱不动歌，因为你到了一些音区的时候，你需要身体的控制，你身体需要发力，你发现你根本就唱不动，唱多了你去低血糖了，你还晕，所以就是比较矛盾。所以当歌手之后，我就其实没有注重饮食方面的东西了，我就是当然也不是暴饮暴食啊，就正常吃饭啊，一天2顿3顿都吃，然后吃主食，然后吃好吃的东西。结果发现不行啊！你刚去录那个录综艺里边，在里边胖的，我的妈呀，这大胖脸，人家后期美颜都救不了的感觉啊！然后，所以就不行啊。然后你没有天天喊着看腹肌，你说你到底我要减肥的话，肯定就是得少吃嘛，然后又得加锻炼，所以他就很矛盾啊。我就吃少了，我又那个什么，我又唱不动啊。然后呢，吃多了话，我又没那么大的运动量。就是我身体素质不具备让我去消耗那么多，所以就是非常的是矛盾啊。一会儿把特效关了，我关不了，你自己关吧啊。你自己那个手机上能关。还有就是，我发现我真的不能跟你们透露太多的事儿，比如说我说我到了酒店去健身什么玩意儿的，我的天呐，我就是发现我就是因为我跟你们分享了一些我生活上的事儿，然后跟你们说我最近在录音什么之类的，录音棚门口也有人堵我，去健身房，健身房有人在那堵我，我也不知道你要干嘛，你要是看着我健身，我健身给你表演是吗？还是干嘛的？就是非常的感觉非常不舒服，我觉得就不尊重我啊。当然我也不值得你们尊重了啊。只是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那我以后就少分享一点吧，啊，没有。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人就是相处也好，或者是那个什么东西，它都有个度，这个度过了就非常的讨厌，就非常的不舒服啊。那个度就是你得把控啊，你得把控。我当然你们也不需要尊重我了，我一直给自己这个心态就是我觉得我的粉丝没有必要尊重我，或者是，我不是说我有粉丝啊，可能就我说我的粉丝可能有点套近乎了，我就想说有些朋友呢可能也没必要尊重我，
也没必要尊重我，因为人家追星，他们花了钱了也好，或者是买了行程也好，住了酒店也罢，坐了飞机也好，他们是花了钱的，人自己花钱了，然后来追你啊，这是人家自己获得快乐的方式，我没有资格去说，哎，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别，我没有资格。如果真的触犯到法律了，我会报警，但是他没触犯到法律，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去干扰人家，对，对，所以就是。我自己现在给自己调整心态非常好，我说没必要尊重我，我也不会跟这些人真正的是说以一个朋友方式跟他交流啊，就是凡是尊重我的，我都会用相对朋友的方式，我觉得哦，我们交流啊，如果你不尊重我，那我觉得也无所谓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本来我觉得我家粉丝还好，真的，我这么多年我也出道这么多年了，咱们家粉丝其实还好，真的就是比如说不是说极端的啊，极端的也有啊，但就非常非常少。其实我还觉得蛮好的，因为我就会把一些个体当做我们整体的一些就是粉丝群体的一个代表那种感觉的啊，就是整体都非常好，都很尊重我。然后呢，我说啥他们也听，因为我就觉得好像因为我觉得别的艺人应该不会直接跟你们说，他会找工作人员跟你们说，或者直接走开或者怎么样，不会跟你们交流的，不会跟粉丝交流的，这是我在别人身上看到的，他不会直接跟你交流。但是我基本都觉得我们起码不能算是朋友，但是你不拿我当朋友也罢，我不拿你当朋友也好，但我们起码是正常的，就是认识。我一般说什么都会听，但是有些是真不听了啊。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我想想还会难受，但后来我就觉得无所谓了啊，无所谓了。而且我上次我记得我直播说过一回，我说那个我录音的时候别去跟我啊，当然最开始那个录音棚跟的也不是跟我啊，他是跟别的艺人，然后他们就发现了那个录音棚，然后没事就去，没事就去，莫名其妙的，就是也不知道他干嘛。我的日常行程已经不够你看了，还是什么，非得把我私人行程也跟着啊？就我去健个身也要去跟着，我去录个音也要去跟着啊，我逛个街也要跟着，就是特别没劲啊。有朋友音乐原计划的歌好好听啊，还行。昨天那首听了吗？啊，是昨天播的，前天播的。就这么痛快的做决定，就这么痛快的做决定。我们用最后一场旅行，告别我们奄奄一息的爱情。爱的机会没有了暂停，
的终点总是天晴，只是我们的故事该怎么去命名？难过的、懦弱的，可以说给谁听？心碎了，想撑着阵地。有朋友说你是不是开美颜了？关你什么事儿？能不开美颜吗？咱们又不是说是这个显微镜，你要看看细菌啥玩意儿了。啥不开美颜？你上网那些直播间里卖的购物那些什么水果他都给你开美颜，更何况我高低哥们儿算个艺人，得开点美颜，你不是不是？开美颜咋了？不可以呀、你拍照还有美颜相机呢，对不对？灿烂灿烂的夜花亮过星星，像萤火的夜变安静，远行。我背藏在了你的过去。有朋友说，我想看看不开美颜的你，你想，看不开美颜的你，你想。所以在我直播间就会告诉你一件事儿，所有东西不会像你想的一样，你得就会告诉你一件事儿，所有东西不会像你想的一样，你得。终点总是天晴，只是我们的故事该怎么去命名？难过的、懦弱的，可以说给谁听？心碎了，想撑着阵地。短暂的、灿烂的烟花亮过星星，像萤火的夜变安静，远行。被藏在了你的过去，我籍籍无名，爱过的曾经也算侥幸，没有成为你身边的。好了，不卡了是吧？刚才有点卡着，我看你们在刷卡，但我这面显示网络良好呢，估计是那个酒店的问题啊，酒店的问题，可我没办法，弄不了啊。就是因为酒店的网我也决定不了，它卡一会儿又缓一会儿，基本就会好了。却化作了一场风景，没能走进你的心里，命中注定不会再担心被爱。有朋友说，上帝为你关了哪扇窗户？什么意思？他说上帝为你关了哪扇窗户？就是其实我想说，因为我知道他是我粉丝嘛，他肯定是想赞美我，他想说，哎呦，那个我宁哥哪都优秀，然后人说上帝，我跟你说，上帝为我关了哪扇窗户？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我这张脸上这个窗户有点小，它就是那种小气窗。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家里那种小气窗，我就这两扇窗户给我稍微关了一点，但也没说就是完全给我关死，完全没说完全关死，就给我留了点缝啊，让我还是能看透点心灵的，眼泪流下来，我会假装作很高兴。我被藏在了你的过去，我籍籍无名，爱过的曾经也算侥幸，没有成为你身边的专属一心，却化作了一场风景。没能走进你的心里，命中注定不会再担心被爱绑定，眼泪流下来。有一个来自河北邯郸的粉丝给我打来电话，我们要接吗？是现场有人给我打电话是吗？
要不我们跟这位朋友聊聊？很高兴。怎么会有我电话？我不知道啊。他可能是我朋友吧，我之前给他留过号码。就这么痛快的做决定。有朋友说接，我这惯的臭毛病，我还接他电话，他算什么呀？他没资格跟我对话啊，因为他不尊重我。最后一场旅行，告别我们奄奄一息的爱情。爱的结尾没有了暂停，风暴的终点总是天晴，只是我们的故事该怎么去命名？难过的、懦弱的，可以说给谁听？心碎了，强撑着镇定。短暂的、灿烂的，也划亮过星星，像萤火的，也变安静。远行，我被藏在了你的过去，我籍籍无名。爱过的曾经也算侥幸。没有成为你身边的专属异性，却化作了一场风景。没能走进你的心里，命中注定不会再担心被爱绑定。眼泪流下来，我会假装做很高兴。有朋友说把他电话号码念出来，那哪能这么干呢？如果我这么干了，我就没了啊！我就属于网暴素人了，没事儿，无所谓啊，我已经习惯了啊，我已经习惯了，朋友们。他不是第一个给我打电话的，也不是最后一个给我打电话的，无所谓啊，我不接就好了嘛，你想打打呗。被藏在了你的过去，我籍籍无名。有朋友说素人也能拥有你的电话号码，也太幸福了吧？这有什么可幸福的呀？啊，你还有我的微博呢，你知道我微博号是什么时候呢？你还能看我直播呢，你不觉得这是幸福的吗？非得是我私人的东西你才觉得获得了你才幸福是吗？我把我家庭住址给你啊，你会不会觉得更幸福啊？我给我妈生日告诉你啊，我妈以前在哪上班，要不要告诉你啊？我家狗什么血型？你是不是想知道？知道了，我家狗什么血型，是不是非常幸福啊？这有啥幸福的？
我什么血型啊？什么血型？我忘了。咱家不是朋友们连我电话都知道吗？他应该知道我什么血型，你要不你去联系他问一下，都有可能知道。我都不知道。有朋友有看剧本吗？没有，最近没看，因为最近在录综艺的话，就弄歌弄得比较麻烦啊，就是所以就没有时间看剧本。但我过一阵会看的，我觉得也该看一看了。我说宁哥给我有点单种草莓，这是真拿我当朋友啊，就是跟朋友开口就是完全不客气，说刘宁给我有点，宁哥你给我有点单种草莓，那个我没有，我家我在丹东不是种草莓的，我没种草莓，要不你上网上有一些直播间你去买点呗，我家没有草莓，你自己整点吧，我没有啊。没有，有朋友你出钱我就买，我欠你的，我欠你的，你买不买关我啥事儿？你想吃又不是我想吃。有朋友说批发一点挂车吧。我也不至于卖草莓去了吧？我毕竟是一个歌手演员，我卖草莓我也没必要吧。有朋友如果跟我说宁哥，我就是馋草莓馋到不行了，我吃不了这一口，我感觉我日子过不下去了，那我给你邮一点也没事儿，好不好？有多少朋友是这种，就是宁哥不行，我现在非得吃到单独草莓，你给我弄一点，你不给我吃，我这日子过不下去了。有多少人是这样的？我看这么多朋友报名了，行嘞，好嘞，那就是这样。凡是刚才想要吃草莓的朋友，可以这个，咱这边是负责买草莓，但是呢，咱们这边草莓是免费的，但是邮费是600块钱，你看你能不能承受？就是咱这一块儿，我免费送你们草莓吃，但是邮费是600块钱，你看你能就是这块能不能说承受得了？可以吗？免费给你买。但邮费是600，可以接受。你们家钱都是大海潮来的吗？啊，600块钱1斤的草莓，你们也觉得可以买？可以，上链接可以行啊。你亲自寄吗？我亲自寄是啥意思？你说那个订单是我写的，还是我亲自给你送上门？还是我亲自叫快递上门一份份打包？你说的是哪种叫亲自寄？肯定不是我亲自寄，我不可能开车给你送去，都走空运的，都是生鲜那玩意儿，不都是走空运的吗？水果啊。然后有朋友说订单上签个名儿。我不是卖草莓，是卖签名是吧？我签名不值钱啊，朋友们啊，签名不值钱，值不了600块钱。有没有镜头有点高，感觉有点不像了呢？你印象当中我长什么样？
这长啥样？就是可能有2种可能啊。第一种是什么呢？第一种就是最近变丑了，第二种可能是美颜开大了啊。如果你真的是觉得，哎，怎么觉得变样了？你这样式，你觉得我长什么样？你把手机呢那张照片打开，你看到那张照片，听着我的声音，好不好？直播别看了，你听声音，然后那个就是看的那张你想象我当中长成什么样的那张照片，行不？美颜开大了，没开啥美颜，开啥美颜就开点磨皮啊。镜像，对对，现在开的是镜像啊，因为手机直播嘛。有朋友说老大能祝我生日快乐吗 ？OK，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感觉瘦了没瘦啊？最近还是这样啊？你要感觉瘦了，你感觉我皮肤变好了，就开磨皮了；你感觉我瘦了，我就开瘦脸了，啊。吃饭了，我刚才吃饭了。我上次不跟大家说，我说那啥嘛，我说那个治那个脖子后面，我脖子后面不是起那种大火疖子什么之类的嘛，然后我就是那个啥，我就寻思那个治一治嘛，那天不去医院看了嘛，看完之后人给我开了消炎药，我现在就每天吃消炎药。就是但现在消炎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吃完之后胃难受啊，所以刚才为了吃药，所以我吃了点饭，要不那个啥。要不那个光吃药真是受不了啊！我以前胃从来不疼，我就发现这半个月1个月，我动不动就胃疼，我的妈呀！有朋友吃消炎药不能喝酒，我不喝酒啊！你不要相信网上传我是个酒座咖，感觉好像我是个酒蒙的，很爱喝酒啊！我记得我上一次喝酒是，上一回喝酒是那个《地球超新鲜》那个剧组杀青那天喝了点啊，后面再没喝了啊，好久没喝酒了已经。因为我回来做歌手，我2件事，第一是酒基本不咋喝，基本也不喝，我也不爱喝。然后这是第一，第二是啥呢？第二就是辣的少吃，啊，我就是为了养嗓子，有朋友说老大一杯倒吗？我一杯倒吗？瞧不起谁呢？瞧不起谁呢？你说一杯是啥？一杯白酒吗？还是说一杯红酒？你说如果是小啤酒的话，一杯应该是倒不了，红酒一杯肯定倒了，白酒一杯也是倒2遍了啊，2杯了。也不是，我朋友们不跟各位开玩笑，我酒量也不能说总停留在一杯倒的那个时候，但是我喝点酒上脸。那天不是参加那个之前是那个参加那个品牌活动嘛，大家也知道我喝了这个半杯香槟吧，然后没过5分钟满脸通红，脖子通红的啊。其实我是对那个酒精有一些过敏的啊，但是就是还好，这就比较上脸啊。对，你说真的，我就是我不跟你们开玩笑的，说真说，有时候啤酒的话，我真的，比如说正常的瓶的啊，正常瓶的啊那种瓶，不是小瓶啤酒，正常瓶的啤酒，我觉得我喝2瓶没问题啊，猛不猛？我有时候出去人吃饭说那个小宁喝点酒什么，我说我不喝，他说你别装了，你们东北人不都能喝吗？我说也不是所有东北人都能喝，
猛不猛？有朋友说才2瓶，有朋友说猛，然后他说完猛还打了个哈哈，这一看就是应该是比我能喝的姐姐啊。行，弟弟敬你一杯，来，弟弟敬你一杯啊。太猛了，没有了。有朋友说我内蒙的我也不能喝，是就是其实每个地方都是有，不是说所有的当地人，比如说好像说内蒙的人也，内蒙古的人也挺能喝的，然后说东北人也能喝，但其实不然啊，我遇到很多南方人都超级能喝啊，也是根据个人体质的啊，我是真不行，我不太能喝，酒量特别差。有朋友说我山东人我也不能喝，那是啊，对啊。得看人，对。有朋友酒量都是练出来的，我认为是可以练出来一点儿的，但是其实更多喝酒量还是天生的，因为它跟你的身体那个解酒酶有关系。有些人天生就能喝啊，有些人天生就是能喝酒的，有些人后期靠这个练，他是能提升一些酒量的，但是还是喝不过天生能喝的人。有朋友说来贵州请你喝茅台，这么厉害呢？这么有钱，你喝茅台？天哪，真厉害！这是很大气。来贵州，宁哥请你喝茅台，真不错啊。有朋友说我家有1箱茅台，宁哥来喝。我是酒，我真成酒蒙的了，就到各家去蹭酒去了啊。你说宁哥来山西，请你喝醋，你有病，你有病，人茅台起码就是人家是确实是你看，你别以为你说来山西喝醋和去贵州喝茅台一样，因为那个醋啊，就是我估计20块钱也能，我自己上超市买一瓶最好的醋，20、30块钱也是咣也能干进去了。但是问题是，人茅台是毕竟人小茅台那个一小瓶就很贵啊，所以人是有诚意的。你别以为你的醋是很能招我去的一个，诚意啊，人是很有诚意的啊。来重庆，请你喝火锅底料，然后你吃火锅，我吃火锅底料是吗？我连火锅底料估计去了都吃不上啊。那我就不去了。我刚才已经说了，我最近养护嗓子，不吃辣的啊，我不去了啊，拜拜。来四川，请你喝五粮液。好嘞，来河南喝胡辣汤。来兰州，请你吃牛肉面。兰州有牛肉面吗？哎，我忘了我看什么东西啊？看了一个，因为我从小爱吃的就是兰州拉面，然后好像说兰州好像根本没有拉面，好像是我忘了是什么了，还是什么什么我忘了。我小时候就吃兰州拉面啊，他们说好像是兰州没有拉面，是有吗？有啊，哦，我忘了看是哪个，所以营销号不能总看啊，有些真的是误导你。兰州牛肉面，对，牛肉面应该是有的，但没有拉面。因为我们那个丹东那块小的时候都是各个地方都是兰州拉面，嗯。
有朋友说重庆没有麻辣烫，那我倒也不是不，那我倒也不知道了。行了，我看有天南地北的朋友邀请我去他家去吃东西啊，我就暂时不去了。最近先忙活演唱会，忙活完了我再看看去各地去旅游什么的吧。啊，今天我来的地方叫做嘉善啊，也是我第一次来这个城市。我以前我说实话我都没听过这个地方，嘉善啊，我听过绍兴、嘉兴。嘉善我还真是第一次来啊！我看很多咱家也有当地一些粉丝，在那儿给我上酒店楼下堵我说那个欢迎宁哥来嘉善啊啊！嘉善在哪儿？在浙江省嘛。浙江省，就是所以，我有很多朋友是没有听过，是吧？就是我也是之前也没听过，我这次来我第一次知道这里啊。不是嘉兴，嘉善啊，是善良的善，嗯。有朋友说你之前没有听过丹东，然后也是听过通过我才知道的是吗？哦，丹东还是对，那我这个不评价，对，那可能是啊。哦，嘉善也是嘉兴的是吗？哦，是嘉兴下面的一个县级市是吧？我不知道。对，有朋友说一直在问说那个腹肌给张凌赫看了吗？有些梗啊，是这样的，我这人是这样的，有些梗啊太过，只要是过了1周，咱们就别提了，那个梗过去了已经，咱们别啥玩意儿都是感觉那个跟甘蔗似的，嚼子就没味儿了。你别到时候跟泡泡糖似的，嚼半个小时之后，你还想再嚼一会儿。有朋友说回北京请你做热玛吉。热玛吉是北京特产，你的意思啊？刚才人说去贵州请我喝茅台，然后你说回北京请你做热玛吉，热玛吉这玩意儿还有请的，不用，我自己办卡了，我就不占你这便宜了啊！我自己办卡了，我办的那种就是人家就是年初的时候办的卡。有朋友，那你请我，你意思我办卡了，我请你做热玛吉是吗？哎，我怎么发现啊？我以前朋友们啊，是这样的。虽然说咱不谦虚的说，这1年半确实比往年要火一些了。但是我以前粉丝跟我没这么没大没小的，咱家那些老粉对我都是保存着一些体面和尊重。他开玩笑没有开到这种度的，就是连热玛吉都要问我要那种了。他最多就是我说啥东西，他说直播间抽了吧，他最多是开玩笑。他这个我感觉他刚才那个朋友跟我要热玛吉是认真的，他是真想让我请他做热玛吉。他有可能是因为我不请他做热玛吉，都有可能脱粉那种存在。我跟你说，朋友们，以前朋友们最多给我要点豆油啊，要点豆油，要点大米，现在直接给我要热玛吉。
刚才让我问我要串儿，还跟我要草莓，跟我要草莓，还让我亲自给他送上门。现在就是这个分寸尺度，我觉得朋友们啊，你们是这样的，朋友们。我后面如果直播啊，比如说，因为我以前我的那些老粉儿，可能陪伴我4、5年，甚至更多的一些老粉儿，他们呢是经过了我无数次，因为我是刘氏集团的一个太子嘛，经过我们刘氏集团无数次例会立下的规矩，所以形成了一个企业文化。所以我们这个粉丝团体的一个感受是非常的和谐、且体面、且知性、且大气、且美丽、且豪爽，啊，且有素质的一个团体。那是经过刘氏集团太子无数次例会的一个，不能说洗脑，不能说督促，也不能说这个乱七八糟的，反正就是一个企业文化。我们这个企业文化之前是很好的，但最近1年入职了很多新的员工。你们可能不太知道，咱们公司是有一些就是尺度的，咱们是有一些企业文化的，有一些传承的，啊。那你多多开例会。我以前觉得啊，不用开了，因为我觉得我们已经心知肚明了。但发现最近好像是来了很多新人之后，对我们这个公司好像是没有这种敬畏感。对我们这个企业没有一种就是这种对这个职业的一种敬畏感，啊！我那天看到有个朋友发了一个小视频，说啥呢？说，哎呀，我为这个男人打工，说的是我啊，说我为他打工了3年，他不给我开工资，然后呢，然后怎么样意思？但是他是我老板什么之类的，就咱家朋友发的，我看到了，就是因为我想说什么呢？咱们家以前那些员工呢，都是在我这儿，都管我叫老板啊，都是在我这儿上班的，都是给我打工的。啊，给我打工的，但是从来没开他们工资。我跟他们说，我说实习6年，实习6年就那个什么，在我这实习期是6年，6年之后呢，1个月给他开1万块钱。啊，但实习期是6年，很多朋友6年的实习期已经到了，但是他们都不敢开口跟我要工资，因为凡是在我这实习6年。现在你已经转正了，但是你只要开口跟我要工资，我就觉得你不适合我在我们公司上班，直接开除啊，直接开除。所以很多朋友就是干了6年之后，就是也没敢提出说工资待遇这一块来啊，就是刘氏集团能发展到今天，也是因为比较的这个抠门，员工从来没开过工资啊。当然很多现在来了很多新员工，咱们的规章制度以后我觉得。偶尔得开例会，立规矩，找尺度了。只是我们的故事该怎么去比拟？难过的、懦弱的，说给谁听？心碎了，想撑着阵地。短暂的、灿烂的烟花亮过星星，像萤火的夜别安静。远行，我被藏在了你的过去，我籍籍无名，爱过的曾经也算侥幸。有朋友说康乃馨6.0什么时候？我真的在算了，因为我这2天我马上要录那个录几个舞台了。录那个原计划，对，我最近都在搞这个东西，然后所以就是没时间搞。等我把这几个舞台录完了，我回去就琢磨康乃馨6.0了。我在想怎么弄啊？我在想要不要也像上次一样大搞一下。上次那个康乃馨5.0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做的我挺开心的，就锡纸抹胸那一期，很多朋友知道那个，我说那个5.0他可能没有反应。但我一说锡纸抹胸那个造型那一期，他们觉得你们就有印象，啊，当时是那个，当时反正是花了点钱，也不反正是没少花钱，反正是钱没少花啊，对，就是但无所谓啊，我想说无所谓，就是在做这个直播这一方面，或者是给你们做点小反馈的话，我是一般不心疼钱的，但是我就觉得。这次要不要那么搞啊？因为那么搞的话，跟上次也一样，也没有什么新的一个形式。然后我想过去纯户外，
去纯户外，就是那种真的在户外那种的，而不是造型那种的。但是天又太冷了，而且去哪儿好像现在我也得就不是那么方便啊，不是那么方便。所以我想说，那就下一个我可能6.0，我可能也不是在家，我可能找一个更像家的环境，放松的那种的，更像家的环境去置一个景也好，或者是到一个影棚去也好，然后就是对，就是稍微有一点那种温馨一点的感觉啊。不知道我在想呢，所以不着急，我这个6.0是欠着你们的，我肯定会搞的啊，我肯定会给你们搞的，所以咱到时候，嗯。因为以前搞那个康乃馨会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没事儿。有朋友刘氏集团的业务就是画饼，你啥意思啊？我没明白。你是说康乃馨6.0是画饼是吗？也没有啦，我给你们画的饼就是2样，一个是跳舞，一个是腹肌，再没有别的画饼了吧？我基本比其他都实现了嘛，对吧？画饼就2个，一个腹肌，一个是那个舞蹈，其他没画过啊。其他你想想，如果我一直画饼，怎么会延伸到6.0，对吧？那前面5.0也没有了，4.0、3.0、2.0、1.0都没有了嘛。基本都实现了。撕背心啊！我说60岁撕背心啊，没画饼啊！我现在60了吗？你看起来宁哥很老气，啊，看起来很老气吗？不会吧？豆油什么时候给？你家真的是缺这么一口油去接锅吗？你跟我说宁哥，缺，我马上联系给你来1桶。我跟你说，凡是说缺的都不是我铁粉，都是那种就是，走过路过故意窜进来蹭桶豆油那种的。他在年轻的时候在刘宇宁直播间蹭豆油，他到老了就能去别人家领鸡蛋，朋友们。你容易上当受骗，你要记住一句话，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人生座右铭，是天上不会掉馅饼。第二，天底下没有免费的豆油。我被藏在过去，我寂寂无名。有朋友说有免费的直播，那也倒是了，直播是免费的。开推4啥时候录啊？我不知道啊，这个得明年录吧，基本每年的录制时间都差不多。对，原计划会上台主持吗？就是我们原计划会有个因为这个可能是现场观众问的啊，就是因为那个每期都会抽取一些那个节目就会抽一些现场观众嘛，然后凡是那一期没有歌的都会在前面出去跟那些他来的粉丝打招呼啊。然后呢，我是有一期没有歌啊，有一期那期我是没有太喜欢啊。然后呢，我是有一期没有歌啊，有一期那期我是没有太喜欢啊。然后呢，我是有一期没有歌啊，
有一期那期我是没有太喜欢，好了，好了吧，刚才卡了一下，没事没事，就是酒店网络不太那个什么稳定，对，所以有一期没有，但是那期我会出来跟大家打招呼，但主持不存在什么主持，就是为了出来跟那个现场去的那些粉丝啊去打个招呼啊，跟现场的观众打个招呼，不能说他录了那一场节目，本来是想去看宁哥的，结果宁哥都没出现，啊，就是怕让这帮人失望而已，有朋友，我就是那期啊，没事儿，你也听听那个周深、薛之谦、黄子，张靓颖，还有其他那个非常优秀的那些老师，他们唱歌嘛，一样啊。你想想，你平时要去听他们演唱会，不得花钱吗？这不等于你抽中一个节目去录节目，你就能听这些优秀的歌手去唱歌，不挺开心的吗？我刘总，你刘总，刘总，怎么感觉就是突然一个就是那个很商务的形象就出现在我面前了？刘总，你要叫刘总裁，不能光喊刘总，或者是刘老板，感觉像哪个暴发户的那种形象似的感觉。刘老板，刘老板。刘老板，你看咱们这个工程，你看不知道啊，就是感觉我就舔个肚子我就出来了。叫刘总，好像我也是不知道。难以想象啊，刘董。刘董不知道，我好像我天生看起来就不像一个干买卖的人，也不像一个老板。我只能当我自己这个小作坊的一个小老板啊。宁总。有朋友说对那个什么对演唱会抢不到票也释怀了，但前半句我没看到啊。当然，首先先跟大家说一个不好意思啊，那个演唱会如果没抢到票的朋友，那个非常非常不好意思啊。这个因为我确实我那个是我的问题啊。对，是我的问题，我不能保证每个朋友都能抢到票。当然，你们这么想来我演唱会，一定是我的荣幸，是在下的荣幸，感谢各位。那其实你要这么想，就是你要想刘宇宁没有见到你，是我刘宇宁的损失，好不好？你心态就会好很多。你虽然没有抢到我的票，但是刘宇宁既然没有见到我，我是刘宇宁看不到的女人，这也很厉害的啊。OK， 有朋友说门口放2个音箱，我就想说这个世界或者这个地球不是围着你转的，也有很多东西是要报批的啊，也就是很多东西它是你不允许聚众啊，各种的，反正就是比较麻烦啊，比较麻烦。有朋友说没被安慰到，我尽力安慰了，那你可能没有帮到安慰到，我也没办法了。
明年可以加一些吗？明年再说明年的事儿吧。我也不知道明年那个开到啥时候啊？先把这一巡给巡完吗？嗯。有朋友说更伤心了。哦，就是下次。行，下次我就黑不提白不提了。你说吧，你说我安慰一下，更伤心了，那下次不安慰了。当然开玩笑啊，感谢各位，还是感谢各位，感谢各位的。还有好几站呢，还有好几站呢啊，后面很多呢。对。有朋友说，对刘宇宁见不到的女人，没错，我太失望了，我真的是太遗憾了，我的遗憾要大于你，因为你能够通过直播来看到我，但是我却无法通过直播看到你，所以是我的遗憾。哎，你可能通过电视节目来看到我，但是我没法通过电视节目或者是直播去看到你，所以是我的遗憾。而且我的遗憾是没法弥补的。以后老大来新疆，请你吃烤肉。好的嘞，等回头去新疆，那个我给你打电话啊。有朋友说，那他寄照片给你，就是我没有见过的，寄照片给我是吗？也倒不用了。让我保留这个遗憾吧，好不好？让我保留这个遗憾吧，我认了。新的音效。对，新的音效。吓一大跳，不好意思，那我下回不摁那个钮了，那个钮是那个。有朋友说，老大你去嘉善干什么？我来这边那个什么，我上次去那个踢足球嘛，然后我现在那个晋级了，然后这回来嘉善踢那个晋级赛，过来踢足球呢。又踢球是？对，最近爱好踢球。然后我明天就去那个南京那边有一场那个就是那种扇巴掌大赛。明天去南京跟人抽嘴巴去但这回我抽的是那个先手，就是先抽人一个嘴巴子，我先动手啊。最近特别爱好体育啊，要不怎么最近开始就是说没事健身啥的啊，就是时刻备战这个3巴掌大赛呢。我跟你说，朋友们啊，咱们就是前一阵不是那个3巴掌大赛就挺火嘛，因为我作为一个男孩，我总看这些搏击类的东西。我觉得如果搞一个综艺是明星3巴掌大赛，我跟你讲爆了，朋友们。你们觉不觉得如果搞一个综艺是明星3巴掌大赛爆了的节目，我相信国内没有这么火的节目。男子组、女子组、爱豆组、演员组、歌手组，有朋友说没人参加。有朋友开了你会去吗？我绝对不怕的，我可以去的。
而且只要有人来参加，我觉得我都可以去搞这个节目。我做总策划，我就搞一个明星3巴掌大赛。咱们就是公平公正的，就是哐哐3啊。有朋友说对家一组。哦，这个行业里就是比如说2个男艺人是对家啊，然后这个粉丝看这个对家那个艺人不顺眼，然后这家看这个不顺眼，好，那行，那如果粉丝这么的这个看不上对方，那这样2位艺人站出来，分一高低。谁输了，永远别再那个咬了上一家不放了，咱就对3，好不好？公平公正的一行，这也是一个行业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解决这种饭圈文化的一个方式啊。2个艺人，如果你们2人真的觉得自己不错，好，站出来1v1啊，咱就是投硬币，谁先手砰扇嘴巴，谁先倒下，谁以后就得认怂。啊，咱就比谁爷们儿，谁能挺，谁能打，也是个法子啊，也是个法子。真的，这个东西，如果哈，当然，如果对方是运动员，我肯定不敢跟人删啊。如果对方参加的选手是运动员，我肯定是，或者是习武多年那种的，我肯定打不过人家。但是就这行业里，如果咱们都是艺人，你没有以前体校的这种的，比如说练过自由搏击、散打、跆拳道什么之类的经历的，咱就是同样是艺人出身的、歌手出身的、演员出身的，咱就可以比量。就看谁扛揍啊，也挺好玩，真的是。如果真的是明星搞这么一个综艺啊，爆了啊，这全国都会看的。可以的。有朋友找何润东来行吗？何润东老师啊，他可以参加呀。他可以参加。那如果有朋友怎么意思？何润东老师练的特别狠，所以说他参加是可不可以？他当然可以啊。就是体育竞技讲究的是一个重量级，他那个量级啊，他得配谁呢？他得配那个对，就是他的体重你要配同等级的。比如说我140斤，那就找另外一个140斤左右的。啊，他有个量级的互相打，你不能找个体重200多公斤的跟我一个140斤打，他一掌给我打飞了，头打飞了。他一巴掌把我头打飞了啊！刚有朋友说那个什么假鼻子打歪了，那也倒不至于，就是只是说鼻子不能歪，头飞了啊。有朋友身高也不能差太远，那其实跟身高没啥关系，身高没事儿。你看那些，比如说拳击赛里边，拳击你就按那个搏击规则来嘛。你拳击只要在一个量级，你长得高那是你的优势啊。你比如说你个子稍微小一点，但是它移动速度快呀，各种都有各的优势啊，各都有各的优势。你矮个子可能那个移动速度快呀，但是高的话就臂展长嘛，其实一样的啊。有朋友说假牙打掉没有？贴片什么的也能有可能打飞吧？不是，因为都会带护齿，可能会好一点啊。有朋友说宁哥上主榜了，我上热搜了吗，朋友们？我上热搜了吗？有朋友搞得跟真事儿似的，咱们畅想一下嘛，我胡说八道嘛。19是吧？哦，那我是不是应该说点正经的了？
说点正经的啊。刚有朋友说，那你找张凌赫打啊，就意思我俩是属于一个重量级的是吗？我跟张凌赫属于一个量级，我俩互扇嘴巴。你怎么可以这样？我觉得是这样的，比如说，如果是真有这个娱乐圈这个艺人3巴掌大赛，我觉得我跟张凌赫我们应该是一组的。有朋友说和周深打，你给我闭嘴！不，周深跟我也不是一个量级的，人家肯定，人家不参加，你给我住口！啊，那个就是，如果是什么呢？如果打个比方，我跟张凌赫，我俩肯定不打，因为我们呢是那个开始推理吧节目组选送，我们属于就是那种，咱们就跟那个玩个游戏一样，咱们都5v5，我带着那个张凌赫，那个白宇、周柯宇，热巴、金靖，我们就是代表这个开推去打，男对男，女对女，找另外一档综艺的互删，这才有意思。不仅争艺人的高低，也争也争这个节目的雌雄，哎。有朋友开推打地球，那就不要了。开推打地球没有，我属于那种混儿，我又能参加开推组的这个3嘴巴大赛，又能参加这个地球里面两面走啊。我是两面参加的，咱不能跟别的干吗？你非得开推和地球互删啊。行了，等一下，我把那个设备换一下啊。嗯，好。因为这个好像真的挺好玩的，因为前2天我们在录综艺的时候，我们还在玩这个梗，我们还在就是互相说来那个什么什么之类的，咱们俩来站着我先来，然后互相打什么的，挺有意思。如果真搞一个这个是，当然我就是说个乐呵啊，我直播间就胡说八道，我直播间纯胡说八道，只是给你们散发想象而已。有朋友说黄景瑜来怎么样？黄景瑜听说他以前练过这个巴西柔术什么的，是吧？因为是这样的。比如像刚才朋友们提到的2个人，一个是何润东老师，何润东老师跟我属于折腰剧组的，所以我不跟他打，我们俩属于一个剧组打另外剧组的。比如说你又提到黄景瑜了，那黄景瑜跟我属于老乡，我们就是丹东队打别的队了，就等于，哎，就是凡是猛的人我都会拉到我身边哦。刚才说张凌赫，对，张凌赫我们开推的，还有谁？你说？有朋友说跟周深打，我跟周深也打不了。我们属于原计划团队的，所以我们就是有关系这种，我们都组队属于打别人。和龚俊打，龚俊不可能，龚俊我们属于地球团的，我们是这个好兄弟，我们是一块就是一起出征的地球团啊，我们去打别人的啊。有朋友跟那个黄子韬打，黄子韬最近练得不错。我属于这个，我跟黄子韬也打不了。我跟黄子韬，我俩属于就是那种，因为我俩属于就是我是黄子韬伴郎团里边的啊，我们属于就是一家人啊。有朋友郭麒麟跟郭麒麟打，郭麒麟也打不了。我们是开推1的一个组织啊，我跟郭麒麟一定是组队的，我们代表开推1出去打别人啊。有朋友说跟张艺兴打，我跟张艺兴也打不了，我俩也不成为不了对手，因为我跟他合作过。我们就是我和张艺兴组队，应该跟别人打，跟那种别人合作过单曲的那种组合去打，这样比较公平。啊、有朋友你跟杨超越打，我打女的，你有病啊你啊！我已经懦弱到要跟女子，我已经参加女子组了。有朋友说跟我打吧，
在台，你看这已经有一些不满的这种围观群众已经叫嚣了。你很会打吗？会打有屁用啊！你很会打吗？有朋友说跟诚毅打，我跟诚毅也打不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属于我给他唱过 OST， 我属于他们就是这种一个剧的一个就是一个阵容的，比如说我们是属于莲花楼队的，所以跟他也打不了，我们都有这个 OST 关系。有时候跟罗云熙打，罗云熙也不行，我给他也唱过。有时候跟孙红雷老师打，跟孙红雷也打不了。啊，说我们地球团的，我们都是属于互殴别人的，我们出去打别人的，打不了，我们都有，我发现你在这个行业混久了，都沾亲带故，你都跟谁都莫名其妙有点关系啊。有朋友说你就说吧，你能跟谁打？有朋友说跟王源打。我跟王源同时参加了一届天赐的声音，所以我跟王源属于天赐队的，我们就是天赐的声音队的。我跟王源属于出去打别人的，我们都一伙的。张亮，我亮哥练的挺不错是吧？我亮哥我跟他也打不了，因为我跟亮哥一块录过那个先厨100，我俩还是同一组的导师。我跟我亮哥是一组的，所以我俩是代表先厨100出去打别人的，都是。有朋友说，有朋友说来跟我老公打吧，你是被你老公在家欺负了还是怎么事？你雇我刘宇宁代打。有朋友说跟丁程鑫打，我跟丁程鑫也打不了。我跟丁程鑫那个什么参加那个好六的时候，我俩一组，当时还创造了那个好六那个绑腿跳远的年度记录呢。我俩属于纯战友，我跟丁程鑫要组队去打别人的，都属于。哎，你可以去搜搜好六那个绑腿跳远，我俩是创造了冠军，3米多那个啊，我俩属于队友。有朋友说跟严浩翔，就别闹了，别提。我跟丁程鑫，我俩属于队友，他跟严浩翔他们属于一个团队，所以我们都属于一家人啊。我们就是自家人不打自家人啊，不能动手。有朋友说和齐哥打，齐哥，我跟齐哥属于街头拍档，我们俩纯出去打别的团队的，打不了，也打不了。完了，这么一看，我在这个行业这个局是组不成了，感觉好像3巴掌大赛不能举办了，因为都沾亲带故。有朋友说点能打的，说点能打的，好像就是刚才那个朋友说我老公给你打，我好像只能跟她老公打了，好像只能跟她老公打。有朋友这个话题太沉重了，一点不沉重，我觉得好轻松啊，因为纯在那胡说八道，因为纯在胡说八道啊。有朋友说和我家狗打。我跟狗打起来了，也是行啊。有朋友说算了吧，这节目开不起来，是完了。这么一个就是一个怎么说呢？这么完美的一个引爆整个内娱的一个综艺想法，泯灭在我直播间了。明星3巴掌大赛，朋友们，我相信只要我提出这个创意，在场朋友每一个人都想看，是不是？有一个人不想看吗？我相信这个收视率能够达到全国的90%以上。
有朋友说我不想看，对啊，不想看你就看那个《银翼原计划》嘛，一样。有朋友说有没有节目是跟黑粉打？弄个手游可以啊，手游那就没有什么，咱们讲究的就是一个纯打，纯打击报复啊！可以去下战书那种的啊。行嘞，开个玩笑啊，讲个乐呵，大家一乐一笑得了，嗯。哦哦。行了，差不多了，我那个今天就上来跟大家播一会儿，聊会儿天儿，然后也希望各位今天周几啊？哦，今天周日啊，也希望各位能够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美好的周末。然后明天可能是不是明天上班了啊？明天上班了，对。也希望今天好好休息，明天迎接新的工作和新的学习。那在这里呢，也祝各位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美好的夜晚。这夜有你们真好，愿你们这夜过得愉快。咱们就下次直播再见了。如果此时此刻还没有关注我的微博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咱们下回见喽，拜拜。我又一次的想你了。